们现在来到了托莱多桥这边，这边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来过，这个桥呢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然后我们接下来呢要去班克斯美术馆，然后看一看班克斯美术馆里面都有什么。这个桥这的环境还是非常的不错的。托莱多桥的下面还有非常大的花园，感觉非常的休闲。在欧洲生活呢，就是有一种远离城市喧嚣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到处都能看见花园，还是非常的舒适。那边还有睡觉的人。这幅画，不是这个作品上面是油画和照片的一个结合，上面写着这不是拍照片的时机。这个就是它比较经典的一个，上面墙上写着 There's always hope， 就是一个对于反战的一个对于反战的表达。旁边这是一个墙，但是这个是刷上去的。这个应该是他们把墙直接挪过来了，这个确实是墙，但是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原版的还是复制版的。非常是班克斯的风格呀。这两张是班克斯的一个2006年创作的作品，这个是画的画，然后在上面，比方说这一张就是上面放了一个这个监控，在这个乡村和这个监控做对比，有一种监视的感觉。这个也是把那个涂鸦涂到了那个乡村，有一种一种突破，传统意识的突破。其实在这个班克斯博物馆看这种简介呢，我能发现有很多就是那种 challenges art traditional art， 就很多这种话语，所以他的那个艺术理念呢就是挑战，然后关注当代的那个现代的那个社会。这个是上面写了 No trespassing， 就是不能通过。他可能画的是一个印第安人原住民的这个形象吧，这个挺有意思的。我估计像班克斯这种直接在墙上那种涂鸦呢，他们是直接把墙运过来，然后再把这个墙拼到他们这个墙上。因为首先那个班克斯不可能在这儿直接创作，因为他肯定是住在那个美国嘛，然后他只能是把那个作品的墙直接搬过来运过来，所以这得花很多功夫，这能看出来他的这个作品是非常的那个有价值，对那个当代社会非常有价值，有批判性。这两张很有意思，这两个作品，这个是我爱纽约，但是有一个医生过来去听诊，我感觉批判的是一种纽约的这种现代化，因为纽约算是一种非常现代化的城市，所以它那个在现代化这个发展过程中非常快，那么就有一些社会问题，估计是对于这种纽约的爱和一种纽约的批判。这个是follow your dreams， 就是跟随着你的梦想，然后 cancel 是取消就是可能是表达的是你在现实中往往梦想是很难以实现的，最后可能沦落成这种画涂鸦艺术。这个作品挺有意思的，有古典风味和未来主义风味的一个结合。这个是班克斯画的巴斯奎特，这个名字写的是班斯奎特。这个是致敬的米勒的，这个是致敬的莫奈的，这个致敬的是梵高的。这是 Dismaland，guys。
这几张画呢，就是莫奈买了那个打印出来的那个画的版本之后，他在上面又增加了一些东西，就是这个，他是批判的是现代的这个消费主义和这个生态环境，它也是一种对生态环境的这个保护，一种提倡。很有意思，他这种创新，这种想法非常的先进，非常的超前，就是我很难想到，但是我需要突破去想出来这种想法，这种把这个也是致敬，我也正在学致敬这一系列，所以看班克斯的呢也有可能会对我有启发。嚯，这个是直接把那个人抠出来了，然后再做了一个，然后在那抽烟的。这个展厅全都是他的作品。这幅画这个作品名字叫《女孩和一个老鼠和一只老鼠》。这个老鼠都是墙上抠出来的一个老鼠的形。你看这个是直接是在墙上原型做的，这墙都还烂了。这个墙你看，非常的斑驳，直接在墙上喷的。这个是它比较经典的那只猴子。我们有一天，现在你笑，但是我们有一天会主宰。这是摄影师和花朵。这个摄影师好像他表达意思是，好像人类对于这种植物的破坏，就是比方说这个摄影师他在拍照的时候，他拍花朵的时候，直接把花朵破坏掉，直接拉出来拔出来之后他就拍，所以对生态有一种非常非常这个严肃的这个批判。他还放了真花朵。诶，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哦，这个是假花。这个是 You loot, we shoot， 意思应该就是你抢，我们开枪。这个是抢钱的。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是一个小孩拿着这个冲锋枪，然后上面吊死一个人。那幅作品呢，小孩那一幅作品估计就是这个对人的一个屠杀。像班克斯这种呢，它是一种对于社会的一种批判，所以这种艺术家呢，通常会非常细腻的观察社会，然后他会聪明的，就是非常聪明的去想这个如何去批判这种社会的这种现象，而他的每个作品呢，肯定都是对于社会有一种批判，然后对于一种历史或者是一个事件所批判。这个呢，就是了解他的作品的话，也得了解他的这个班克斯，他批判这个作品背后的这个历史，背后的这个背景，然后才能更能这个了解他的作品。这个上面写了 Graffiti is a crime， 它这个意思就是批判，就是一种讽刺社会上这个对于人们对于这种人们对于涂鸦的这一种偏见，因为涂鸦当时是被社会认为是一种破坏，所以呢，当时班克斯呢就是班克斯经常
做这种作品，就是为了去讽刺这个社会上对这个自由和对自由艺术的这种批判。因为自由艺术呢，就是要艺术家们能自由的发挥，然后当然涂鸦就是也是他的一种方式，所以呢他就批判那种对涂鸦拥有偏见的一些社会上的人们，所以我估计这个就是他这幅作品的意图。这两幅是班克斯比较有名的作品。这个呢是宗教和现代社会、当代社会的消费主义结合 ，Sales ends today。这个墙皮都已经掉下来了，我估计这才是班克斯真正想要的这个效果。哇塞，这个好有意思啊！它这个是它折叠，就是在两面墙上面同时弄的，这个效果非常的酷。这个的作品名字呢叫狂欢节，然后也叫摧毁帝国主义，不是，这个作品也叫摧毁资本主义。它表达它的是用印刷上去的，然后很多人正在排队，在一个狂欢节里面排队买一个30美刀的这个T 恤，它这个 T 恤上面写的是摧毁资本主义 ，Destroy Capitalism。这个是一个系列作品，名字叫混蛋，好像是叫 Morons。上面写了一句非常经典的班克斯的话。这个是条形码猎豹，它讲的是一个猎豹逃出了笼子之后，然后那个笼子就是一个条形码。这个是 Tomato Soup， 也是批判消费主义的作品。见到了班克斯最经典的一个作品，气球女孩。它很有意思的点呢，就是它让观众能想，这个女孩到底想要抓住这颗气球的心呢，还是她故意把这个气球的心放走了？它是给观众留了一个思考。我觉得班克斯的这种艺术风格呢，因为它是街头的艺术，它是涂鸦艺术，涂鸦艺术当时就是被封为街头艺术。这种街头艺术呢，它也是充分的利用它这种风格，然后把这个展览现场布置得非常像一个街头，因为这个街头就是有墙，然后还有这种木板。然后他把整个这个展览厅呢都布置成了那种街道的那种情景，所以让大家就是能更深刻的去理会到这个班克斯他作为一个涂鸦艺术的一个身份。所以我如果回头做艺术的话，我也必须得想一想我的艺术和这个展览空间到底要怎么去结合，才能充分表达我的想法。大家有没有记着这个班克斯这个气球女孩这幅作品之前发生了一个轰动全球的事件？什么事件呢？就是当时在2018年的时候，气球女孩呢这幅作品，被成功的卖出了140多万美刀，因为当时是在英国卖的，所以是100万英镑。当时是100万英镑售出了之后呢，当时在拍卖会现场，很多人都在看着，然后前面摆放着这幅画。之后呢，它呢，里面它的这个画的这个相框里面存在了一种这个机制，就是有一个机器，就是自动粉碎机，然后它就是在当着全很多人的面，
就把这幅画直接给切掉了，切了一半。原本呢是打算把这幅画直接切完呢，就直接损坏掉，把这幅画。但是呢，损坏了一半之后，这个机器卡机了，所以呢，最后只留了一半。然后当时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轰动。后来到了2021年，这幅画呢，这个半毁掉的画，卖到了差不多1800多万。哇塞，这完全是突破历史了！哇，就当时很多人就是震惊了，当时在那个拍卖会现场，就是不知道发生什么，因为当时我当时看的时候还以为是谁后面把那个画给摧毁了呢，后来得知才是发现那个班克斯他自己的意愿，他自己就是想着把这幅画这个摧毁，就是自动销毁。哇塞，这绝对是革命性的这个事件。这个展厅这儿还放了一个视频，5分钟的视频，还解释当时拍卖会现场，对，就是这个 auction， 就是这个。这个是在英国卖的。看这个被毁坏了。这个作品呢是班克斯画的，有9幅画作拼成，它这个是威尼斯 in oil， 就是油画的威尼斯，它这个是古代的威尼斯和现代的这个轮船作为了一个结合。这个是一个雕塑，这些呢都是塑料袋，好像是，但是它这些不是塑料，这些都是袋子，购物袋，然后全都涂成了纯白色，和这个雕塑一样。它也是一种突破传统的那种雕像，都是那种宏伟。然后这种呢，班克斯呢就是制作了这个雕像，去批判这个消费主义。这个名字叫 Hooded Youth， 就是一种估计对于这个青少年成长的一种黑暗，就是因为青少年是在成长的过程中非常容易被影响，养成不良习惯，所以我估计班克斯呢就是在批判这一种，他是运用了涂鸦和那个红色的地方呢，红色的那个颜色那儿，估计也代表了那个心脏，然后和拿着一把刀，估计是对于一种自身的批判和对年轻人的一种批判，和就是现代社会年轻人的这种趋势。这个作品呢是墙上涂了这个一个小女孩，然后在玩呼啦圈，前面放了一个真的这个自行车，但是毁坏了，还有一点土和草。这个小女孩应该绕的好像就是这个自行车的这个轮胎。那个上面还有一个作品，这幅作品的名字呢叫《偷窥男孩》，两个男孩正在偷窥一个女生洗澡，好像是。这幅作品的意思呢，讲的应该是我理解的，就是一种
青少年或者是小孩还是在这种朦胧期，正在探索世界，然后所以会对所有的事情产生好奇，所以他会不由自主的去偷看，然后也是这个，他也在暗示着这个人类的这个本性，人类的本质，就是人类呢就是好奇心很强，然后非常对于性这一个方面呢也是非常的抵抗不住，无法抵抗，所以呢就是人性呢就是也是一种对某方面也是一种恶的，但是它上面有的用的那个铁皮，然后还故意掀开了一点，我估计意思呢就是一种女性的引诱。那个墙上是一个犀牛，前面是一个车，车的上面呢还放了一个圆筒，就是模仿犀牛的这个形象。这个有点像一个犀牛正在爬上那个车。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做动物在伦敦动物园被解放。这两幅作品应该也是班克斯非常有名的作品，还有这个。这一幅作品名字叫 Queen Victoria， 这个是当时英国的女王，然后班克斯呢是批判当时英国女王说过的一句话，Women are not able to be gay， 就是女人不能去爱上一个女人，就是女性就是不允许有女同，所以他在批判他这个说辞叫女同性恋，就是班克斯在批判 Queen Victoria 说的女性不能女同性恋。这个作品叫《朋克母亲》，它是一个母亲正在拥抱整理一个他的这个朋克风格的儿子，就是象征这个反叛和爱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青少年和一个老年，就是一个青少年和老一辈的这个关系。这幅画呢，能让我们思考反叛和爱是否能够并存。这个是班克斯致敬经典的电影《低俗小说》里面的情节，他把枪替换成了香蕉，挺有意思的。这个警察抽烟，他这个烟从地上连接，一直连到另一头。这是这边。我感觉这个作品在表现这个家庭男女之间、情侣之间的这个信任，因为他们互相在看手机、拥抱的时候看手机，也有可能是一种背叛，或者是相互的不信任。他正好是这个形象是被这个门框架住，所以我感觉他有一种这种家庭的这种稳定感，情侣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是基于一种信任。咦，这幅画我怎么想到了一位叫丘吉尔的故人呢？这幅画叫《红色的列宁》，挺有意思的。左边的那个作品呢是名字叫正在尿尿的是守卫，右边呢叫选择你的武器。感觉班克斯的这个艺术作品创作呢，几乎都是基于一种对社会这种批判和政治的批判。
这是两个孩子，穿着这个警服，在海里面，在水里面玩耍。这是一种对当代的警察和一种无辜童真的这种批判。这个作品名字叫《我对抗了法律》，然后我赢了，我成功的对抗了法律。应该是对于那个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是不是被五枪子弹给杀死了吗？就是一个那个对于那个事件的批判和反省。这个是 Monkey Guns， 这个是 Laugh Now， 这个是 Rude Copper， 这个是对2015年的恐怖分子袭击的一个纪念创作的作品。看这个隧道似的，哇！这是戴 3D 眼镜的老鼠。No ball games。这个展厅基本上都是反战的，他创作的反战作品。这一面墙就是他比较经典的一幅作品。哇，他这个音，这个展厅还有音效。这个直升机。我唯一知道的班克斯的2个作品，就是一个就是这幅作品，一个就是气球女孩。现在呢，我知道了班克斯现在的这个创作风格，然后我也知道班克斯的这个绘画，这个涂鸦艺术到底是什么真谛了。这个是班克斯的画，呈现了一个英国的议会，这个就是英国的议会场所。然后把所有的议会人员全都替换成了猴子，呵呵，太讽刺了，我天哪！这个作品的名字就像是他画上面写的字儿，家，甜蜜的家。这个作品呢，我估计就是在批判，就是他是在一个传统的绘画上面写下了这几个字儿，但是我认为他是批判的是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发展，然后现代社会导致这个所有人，就不管是什么社会问题，导致所有人的家不再是家，或者是传统观念上的家也不再是家，或者是传统上的这个人们的住所也不将是人们的住所，那也是最终因为人类的宿命就是需要毁灭，所以我们现在的家就是我们永久的住所嘛，就是我们现在的住所，就是现在的家，真的是那种特别就像那个意境这个乡村这个景色一样那么美丽嘛？就是我认为不是这样的，现实就是一直是会改变的，它是随着这个时间它是会改变的，所以它能改变人们对于传统这个家的这个认识。班克斯呢运用了他自己的方式，就直接在这个传统绘画上面写字儿，哇塞，真的。来，我们来看看 The Waldorf Hotel。
哇，它进来之后就像是一个酒店的这个房间一样。看，这些呢是一些照片。哇塞，这个耶稣呀，上面还贴了一个 CCTV security system。这个耶稣头上有一个红点儿，像是被瞄准一样。这个地方呢放了很多羽毛，然后我觉得也是，它对于和平的一种表达。它上面，它这个床上这个字儿写的是 "Good news, you are now leaving war zone"， 就是你离开了战争区，也就是说你进入了和平。那我们真正进入了和平了吗？当然，这所谓的和平就是没有战争，但是我们现在社会真的也没有战争了吗？当然，冲突也是不断，然后各种这个社会问题也是不断。这个塔楼上面像是一个游乐场，很多小孩在玩。这个展厅过了之后呢，来到了这边，是班克斯2021年左右到2022年，他创作的这个对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战争这一系列的作品都是基本上都是在乌克兰创作的。他就是比方说这个就是这个女人在石头上跳舞，然后后面那个就是一个人拿着这个灭火器，这个呢，它是班克斯对战争、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这个反思，然后和表达，体现了这种战争的残酷。就这几件作品，基本上都是在基辅去完成的。这个是有毒的海滩，班克斯在批判社会对于这个环境的这个忽视，对于这种环境的破坏。这个是班克斯致敬的安迪沃霍的，他把那个 Kate Moss 的形象替换了玛丽莲梦露的形象。大家听后面的那个背景音乐，就是Bob Dylan 的歌。Bob Dylan 的歌也是非常充满社会议题，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去听听，叫鲍勃·迪兰。而 Kate Moss 呢，是一个英国的模特。又回到了这个展厅，想重新看一看这个作品，代表性的作品。坐着休息一会儿。哇，这个看着是很有那种战争的现实感和残酷。这个男人朝一个直升机扔一朵花朵，就是扔花儿。哇塞，太有象征性。我感觉他在表达，就是当然对这种战争的这种体现了战争的残酷，并且反战，然后他也关注到了这种社会议题，就比方说爱和战争之间的关系。我想总结一下，就是我感觉看下来，班克斯呢，他是一个非常具有革命性的这个艺术家。
之前我不是特别了解班克斯，因为我感觉我看班克斯的作品不多，我只看过他的那个气球女孩和这一幅作品，就是我身后的这幅作品。但是其他的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现在呢我了解了。班克斯呢也是一个，但是他是涂鸦出身的，他之前就是一个涂鸦艺术家，就是所有的国家的这个背景都是就是藐视或者是鄙视那种涂鸦艺术家，就是涂鸦街头涂鸦，就跟巴斯奎特一样，非常鄙视这种艺术家。但是他们呢往往就是能更能观察社会和更能观察人们的这种思想，因为他们就是出生在街头，所以呢就是他们能细微的观察出这个社会上面的这种各种议题，然后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而班克斯的方式呢，就是用他这种独特的这个黑白，然后再加一个颜色，很典型，就比方说黑白和红，然后去来表达一种这个对战争的反叛。他这个画的是一个男人把花儿，想要把这个彩色的花儿扔向正在投炸弹的这个直升机，而直升机飞跃是从那个墙壁的这个窟窿眼这儿飞跃进来的，所以那可能一是表达出来这个战争对环境和对社会的这种摧残，这个现代武器。也可以说是这种这个人是对于这种自由的这种向往，因为他蓝色，因为他从蓝色里面飞过来，那就是蓝色就代表着希望，然后他也向往希望，渴望希望。而我看刚刚这个前面那个视频呢，他是班克斯是这一系列，就是这一个展厅。都是在这个表达加沙战争，就是加沙的那个战役。他把那个当时现场那些土啊，什么被炸坏的一些什么建筑物啊，全都拿过来搬运过来，之后去展到这个展览里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那种亲身的这种经历感，很亲近，就是非常能让这个观众去身临其境。然后去意识到这个战争的这种残酷，我觉得班克斯呢也是厉害。刚刚略过了这个怎么有一点像我们的老熟人乔布斯啊？嘿嘿。这个就是那个展厅。今天的人还是挺少的，今天是周2，所以人挺少的。这个就是班克斯博物馆的入口，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班克斯博物馆，11欧，稍微有一点点贵，但是我觉得挺值的，能非常的了解班克斯这个艺术家，然后还是非常有收获的，非常推荐大家来马德里的班克斯美术馆。好，今天的这个博物馆参观就到这儿了，下次见吧。